哇，酥了，烫嘴。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安庆人都会面临一个灵魂拷问：早上吃哪家？一把炒面，几把蔬菜，炒出的是安庆特有的鲜；一锅烧麦配甜米酒，冲出的是隆冬急需的暖。最要命的还是南大门的包子，牛肉与豆腐混合，油香清爽，碳水的快感钻心挠肺，让人欲罢不能。小花，你把脑袋伸锅里了吧？告诉你，这个面馆啊，好吃不好吃，你看这地就知道了。你看，就这地啊，全是油啊！好家伙，你家是最好吃的牛肉炒面吧？啊。你们当地多辣，我就吃多辣。哦。这是牛肉的啊！哎呀，换一下啊，朋友们，我想吃饭没有？来，收款24元。安庆的炒面啊。哦，不是，这个面炒的，你一看就豆芽是豆芽，青椒是青椒，它面是面的。哎，你别以为这么说啊，这个好像非常简单，其實很難的。它這個火候掌握特別好，這炒面吃的就是個火候，而且看它這個豆芽炒的剛剛斷生，晶瑩剔透的，然後跟這個牛肉跟這個辣椒還有這個面它湊在一起，香，特別的和諧。我就說你當地人怎麼吃，你就給我加多少辣。你看這吃完之後，咱們這長江吃飯故事啊，從這個宜賓、重慶一路下來，到了這兒，到了安慶之後，你突然發現，哎，吃的東西沒那麼辣了。其實跟當地的氣候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關係。沿途的這些地區不再飽受夏日的酷暑和冬日的這個濕冷的困擾了。所以當地人對於辣的這種祛濕祛寒的這種功能需求就變少了，而更重要的是一種鹹香口味，啊，好吃，加點辣椒。到了安慶啊，當地其實主要還是吃米。但是啊，這個麵食啊，各種各樣的炒麵也好，包子也好，是當地非常重要的那種小吃。這炒麵之於安慶人，就相當於哈姆雷特之於英國人啊。這個1000個安慶人心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吃完這碗哈姆雷特，安慶的長江吃飯故事開始了。To be還是 not to be？我們來思考這個問題。當我們的長江吃飯故事經過九江，沿江而下，也就來到了號稱萬里長江此咽喉，吳楚分江第一州的安慶。這裡啊，自古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面積低，哪怕是現在，安慶人均耕地面積1.3畝左右，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緊連長江又讓這裡有着獨特的交通優勢，所以自古就形成了安慶人沿江向上海、江蘇等地求生經商的趨勢。在徽商繁榮的歷史背景下，黃梅戲從這裡走向大眾，
桐城派在這裡開枝散葉。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所官辦新式兵工廠安慶內軍械所也是由曾国藩创办于此。吃飯吃到這兒，你會發現江西的鮮辣已經遠離，取而代之的是鹹鮮配碳水，開始嶄露頭角。伯利小菜馆就是这兒。不是俺的，不是俺的，俺的老了，就在边吧，在。对啊，现在。啊，该点菜了。我看看，我来个那个叫山粉八烧肉。哎，好。啊，再来一个老鸡湯泡炒米。哎，好。白切肚片。行。然后来个米飯。好。这个山粉蛙是啥东西？山粉蛙是那个山芋的红薯粉。红薯，哎呦！油炭嘛，油炭蹦蹦的呗。哟，这个。这。还是特哟。这不就是脂肪跟碳水的罪恶吗？这也太土逼了，土逼啊，闹的土逼吗？这就是一碗纯纯的欲望。老板，米饭。米饭好。刚这个山粉吧，我觉得它啥，它就是充分吸收了这个肉的这个油脂，似肉非肉，就特别适合不爱吃肉的我。这真的就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而且你看它外表，它过了这个油之后，它是焦糊状的，这地方是酥的。这个脆跟酥的差别是啥呀？这个酥它是，对吧？它是有点硬，但是它马上就软了，啊，它就那种焦抻的感觉。完了之后，好家伙，这个肉香嗡就出来了，我们俩这样噌就上头了。当时就想这。我瞬间我就想起哈姆雷特来了，这，哎，莎士比亚当年要是吃过这啊，直接写入《金瓶梅》来了。这是啥？哦，这是白切猪肚，哎呦，我都忘了它了。这是山料。哎呦，这是山料，这是山料。小孩已经流口水了。小孩刚才在那，这就好吃。哎呀，是这样，这热气腾腾的，蘸一下。真牛逼！这挺牛逼。好，你以为咱俩这么说话，观众就看不见是吧？这白切猪肚，切出来这个猪肚煮得很嫩，火候很好，完了之后呢也没有腥臊味儿。这个猪肚是什么样？就你想象一下，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在你面前一点都不老登的样子，就这个猪肚入口之后的口感。哇！哎呦我去！
小花，你把脑袋伸锅里了吧？我想给大家看那个汤，这个太有节目了。马上腌散了，散，哇，你看一下清晰了，哇！不是小花，你这个代入感也太强了。那你给我拿个勺子，汤勺来。哦，在这儿呢。来，哎呦，这咕嘟着呢。哎呦，上面还飘一层油。就这浇在米上。啊，直接浇上去。你要吃脆的话，浇了就能吃；你要吃软的话，就给它泡一下。好。稍微泡了好几集。它是粳米炒的，原理是粳米，那个粳米它比一般的米的口感好一些。有小柴火灶，以前都是柴火灶啊。就是我们安庆话叫扫把肘子，一会炒一小把的炒。哦，扫把肘子啊，对，我们山东也那么说。对，关键的那个我们安庆的炒米好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鸡汤啊，要走地鸡，炒米把那个鸡的那个汤汁味呢，就吸收进去了。但是个人口感，喜欢吃软的可以多泡一下子。哎呦，这个是，喜欢吃脆的少泡一下子，那个鸡汤的味道进去了，它就好吃。你看这边，跟上游它就不一样。上游到了荆州，再往上到重庆那边的时候，那个码頭文化吃的那个早酒啊，还有这个牛肉啊，包括这个燃面啊这些的，它都是油性很大、碳水很足的。到了这边之后啊，其實安徽在這邊一個是當年這個開碼頭啊，它到最後它沒有被開放，就沒有開放給列強。還有一點什麼呢？當地耕地少，但是人口多，所以你看在這兒吃這種叫碼頭工，也是碼頭工人吃的東西，最早的時候它就拮据了很多。炒米拿掃把肘子一掃，這是啥？剩下的米掃出來一炒，炒了之後方便保存和攜帶。熬的這個雞湯一泡，這其實就是高配版的開水泡饅頭。這也是讓當地人抱團出去經商，所以這也形成了當地的這種安慶還有這個徽商，這個徽州這種徽商文化、皖商文化，也是這樣一點點抱團打出來的。哎，老闆。哎，對。老闆，你這個菜都太下飯了。你那啥，你再給我炒個菜吧，你給我炒個素菜，給我炒個那個青椒牛肉絲。我跟你講，不要炒青椒牛肉絲，炒安慶的菜。行，你昨晚吃那個芹菜鴨子。芹菜鴨子，行，是你給我炒個芹菜鴨子。這個菜，好，這個是芹菜鴨子，給它鏡頭給一下，你看。哎呦，這個芹菜鴨子，對，特別嫩，就有我們安慶的本地有。哎，好了，來，哎呦，我們安慶還是話講出去，小炒菜趁熱吃，趁熱吃，特種一種鮮味，是好吃，這感覺這老闆這發揮了這，抖擻了老闆今天。芹菜脆，這個豆皮啊，炒得很軟嫩，搭配這個口感吃就很爽。然後就這個水靈靈那個感覺，哦，這個也好吃。一個菜上說，來兄弟趁熱吃，特有一股鮮乎勁，對吧？朋友關係也是這種關係。鮮乎勁啊！哎，對，熱。哎，對，您是本地人？我是本地的，我老家懷寧的，也是就是懷寧也是安慶的。我是初中畢業，因為我們家裡人條件差啊，初中畢業就到安慶來打工。以前為什麼走出去？窮啊，對吧？實在俺們萬一定要自己去奔吶，都是這麼回事。覺得那個做廚師啊，可以有的吃啊，餓不餓啊？就是慢慢的，就是搞上了之後就喜歡了。喜歡了。像我在這裡開店，有人想你一聽你是懷寧的老鄉啊，你口感菜的各方面還好啊，他就願意照顧你。那個樹地方圍，對吧？但是你老鄉在外打拼，店裡在安慶一樣的。先把自己內在做好，你核心要把菜做好，這是才是根本。你所有的這種都是屬於道的範圍。哦，那您去外地工作過嗎？我在外地待的不多，主要是在安慶。我從92年到安慶來，一直在安慶做餐飲，以前在酒店裡做廚師，
和自己開個夫妻小店開我自己開，我兒子23個年頭，我開22年了。哦，自己開小吃店開22年，就我們那個性格太直了，出去闖啊，就不適合。而且我許多朋友說，你店開這麼老店這麼多年，為什麼店不擴大啊？我說源於我的性格，而且源於我的能力。多大粉，我们怀宁话叫多大粉做多大疤，不要你能力不夠，你想把店開多大，到時候你能力不夠反而不行。那赵本山也說過嘛，你多大屁股穿多大褲衩嘛。哎，对，就這個意思，哎，就這個意思。哦，明白了。伯利小飯館的老板娘祖大姐和她老公開店開了20多年，他們說在當地人的認知裡，能力與離家距離成正比，但不管遠近，只要你肯幹，老鄉總還是幫襯。這是數百年來當地人骨子裡的抱團取暖的方式。老板娘建議我們去徽州看看，那裡的建築裡還保留着過去的輝煌。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安徽省的安徽2字，也是取自安慶徽州。这安庆啊，吃完這一頓，明天啊，我們再去徽州看看。所以我們這次啊去這個徽州，包括來安慶，整個這一趟，都是這個重返未來1999來邀請我們。他們將邀請我們一起擔任這徽州文化體驗官，一起參觀這個徽州的古建築，然後呢探尋徽州的這種文化脈絡。那為什麼他們要幹這件事呢？因為這重返未來1999新春版本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源於安徽的關於長生的故事。你吃的這是啥東西啊？青白斬啊，冬天冷，喝一碗暖暖身。青白斬，老板我也來個青白斬。哦，謝謝。哎，我好像在哪見過你？你是不是1999那個新春海報裡的那個誰？不正是陸思健？不，你身上確實帶着剪紙，這是有什麼寓意嗎？哦，這個呀。這衣袖上的古錢幣剪紙是討個福壽綿長的彩頭，看到我頭上的梅花簪了嗎？看到了。這5瓣梅花可是代表着梅開五福的心意呢。道家講究順天意命，這剪紙也是藏着眾生對長生的期盼呢。哦，那你個人是怎麼看這長生不老的？長生不老啊，你有沒有聽過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這句話？聽過，我一般都說夏蟲不可語冰。是這樣的啊，昭君雖不知黑夜與白晝，但是她也在晨間盡力舒展；惠姑活不過春秋，但也把整個夏日整得熱熱鬧鬧的。再短暫的生命，也有似花一般綻放的時刻，這或許比長生更來得有意思一些吧。但是擁有短暫生命的他們，對長生有執念，那是能理解的。但其實要我說啊，不如放下執念，順天應命不更好嗎？哎，不說了，也許這人間還留着一些天真浪漫，都在這碗青白斬裡了。我先乾嘍。咱們萍水相逢也是緣分，這剪紙就當做禮物送你啦。至於長生嘛，就留給你好好琢磨琢磨了。在我身後啊，這就是余梁水壩。你別看現在這個水壩很簡單，那在當年啊，這曾經是非常繁榮、非常先進的一條水壩。就這個余梁村啊，也被稱為徽商的發源地。最早的時候，徽商就是在這裡集合，從這兒上船，余梁碼頭出發，往下練江、新安江，然後到江南，再一路向北。人走貨物也是在這兒走。在過去的時候呢，就每隔2-3年啊，到過年的時候，徽商呢也在坐着這些船，一點點回來到這個碼頭下船，家人迎接，過年。而這個每年過年回來的時候呢，家人祈求這個在外的家人平安，所以也會有這個扎魚燈啊這些習俗。
到现在为止呢，这些習俗都還保留着。你這也是老宅子了？哎，对，是的。這是您家傳的宅子？我們家祖上的老宅。我太爺爺他們呢是做生意的，前面呢原先是店鋪，後來分家分了，就剩一條巷子了，在邊上就賣掉了。餘梁這裡哈，在古代。它就是一個商業街，在公元759年，它就形成街市了。所以這裡呢，基本上都是前面店鋪，後面住宅。哎，所以你家這房子原來就相當於現在北京 CBD 國貿的房子。那是。這個魚你們家原來就做嗎？還是？我媽在前面的店面是做紙紮手藝的，但是我媽的師傅呢，他就是街道上就是紮這個大魚的。所以你們家原來。就是 CBD 時期是不扎魚燈的。哎，那我們家做生意要是要扎魚燈，做不了這個大房子。明白了，明白了。哎，是的。那我們餘梁的魚燈呢，近代斷了30多年，去年我再來給它恢復的。您為啥想着幹這事兒？這個啊，對，就是我們小的時候那個熱鬧，那個時候就每年正月15，鑼鼓響，腳把癢。大家就老早就吃好飯就去候着，像10幾歲的小孩也想去試試，就是都排隊排不上，有的大人他不願意，都怕小孩子那個搞不動啊。但每一個人那個時候真的是發自內心，每一個人都想上去就舞一下。那個時候那場景就是念念不忘。我剛好又不上班了嘛，因為也快退休了，我就想去給它做起來。像我這邊呢，完全就是先我自己，等於說我也不是那麼像人家那財大氣粗的，我就是憑自己的能力慢慢弄，就這樣哈。在這個像我們出去商演，這個商演來這個錢呢，就是留一點點，就是作為一個修補，更新，在其餘的錢都分給大家。您在幹這事之前是做什麼職業的？打工唄，到浙江廠裡面也上班，酒店裡當服務員也做點小生意也做。安徽人都這樣，都是出去闖的。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士族衣冠南渡，到隋朝將徽州設立歙州，當地人為了生存，以古代耕，開始利用水運向全國販運祁門茶。到了宋元時期，又逐漸拓展到藥業、鹽業等高利潤行業，成為了江南地帶重要的商幫。到了明清，徽州的商賈家族愈發現，在封建體制下，朝裡有人對商業的幫助與帶動，所以就形成了在外掙錢、回家修宅、供子讀書、子做官、女聯姻、宗族收益的閉環模式。現在我們看到的徽派建築也充分表達了當時的情景。財力決定了佔地面積，細節處的雕梁畫棟與門庭設計代表了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以祠堂為中心的高牆大院、3間5架、4合天井，既滿足了宗族的聚居屬性，也將女眷和子女如同私人財產一樣保留在商人自己的領地上。那從天井灑下的陽光，也可以一窺當時為人家眷的窒息與壓力。所有的這一切，伴隨着近代的外敵入侵、國內戰亂，一點點被時間蠶食，直到1949年被全部打破。現在的徽派建築只剩下文旅項目與美食的記憶。奶奶，你可以对着这，对着这，对。啊，你让我吃啊？对，好看。别那個是。好看。你都没看見我，是不是專門來看一下你？他說謝謝他的女婿，他女婿去看我。這村裡人每天還來看看你。白天有時候不出來。我說今天他叫我來，我就是。你在這裡玩，我說我過來看一下。這就是過年的時候要。過年的時候，一般的都快要過年了，我們就做這個了，做這個放在家裡面。有的去送親戚，有的我說了，守年夜的時候，你到半夜我餓了，那就在我們都家都有那個火筒有炭火，
可以把那个锅放在上面烘一烘，你到大半夜了可以吃一碗。哎，这个拿火一烘就好吃了。哎，很好吃，很香的。哦，这个是画这个头的吗？这个就是在它里面点一点红。啊。讨一个吉利嘛，大过年的都做这些东西，都要见红火火。哦，明白了，明白了。你也吃吧。哎呀，看着我吃，哎，瘦死了。不丑，好看。你没人吃的不好。你今年高寿啊？80。哦。那您是在村子里出生的呀，还是从别处嫁过来的？他让红尘嫁到这里来的。我的老公的同事给我叫上来的。啊，啥？老公的同事。啊，老公的同事给你介绍来的。哎呀。我话说不完，从小就生病，现在就不长了。哟，这是怎么弄的呀？水倒的。他负伤了。您平时自己在这边住吗？啊？您平时一个人在这边住？我一个人在家里住。哦，儿女呢？儿女都嫁出去的。嫁出去了。3个都嫁出去的。哦呦，嗯。他们有时候就来看我。呀，有事。走呀走，走呀好朋友啊！敬个礼，走呀走，走在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敬个躬，手手心，握握手。好。这外婆那里去了？哎，这外婆那里去了？哇，可喜欢。哎呦，上这以后是。走啊！那给他们这个拜拜，我们走了。啊，拜拜，牵手，给太太拜拜。哎，握握手，哎，握握手。给太太笑一个。好，拜拜，哎，拜拜。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北京时间11点整，我口着人，我口着人，笑话。老奶奶这年纪算大的了。她到我们这来，她老公是很晚才娶她的。哦。她先前她嫁过人，她有3个女孩。哦。她跟这个老公没生孩子。她是以前打右派，没有人嫁给她了。过去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监管劳动的。哦。就是后来这个政策开放以後啊，這個老師他原先當過老師。有個同學還是個同事對他挺好的，他為他出點子想辦法，就把他給搞上去了。中老師了。他就是當上老師以後，那麼也到年過半百了，他也想娶個老婆成個家，就找到他了。哦，明白了，明白了。他在宏村那個大山裡面的，當時是弱勢，後來她老公有個固定工資了，慢慢的就好起來了。就好起來了。哎呀，也是不容易啊，老奶奶這。她老公可能前年2023年去的。哦，2023年。现在是我一個人。哦，哎呀，這老奶奶。一個人艱苦奮鬥啊，自力更生吧。哦，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您家這是老宅子啊？這不是我家的，這是我家。他這一家是我家的小叔子，他是幫忙他的。哦，堂叔是我本家。哦，那你們家這祖上是做什麼的呀？百貨啥都幹。哦，那你們家後是什麼時候開始不做這些的？解放了，這些都是地主資本家都得改造了。啊，明白了，明白了，對，啊，懂了。啊，貧小中農多着呢，多的還是貧小中農。我家就是最貧的貧農。哦。我爸爸是逃荒過來的。我爸解放初期是農會主任，40幾年了，50幾年的時候，他還那時候還有地方打仗，他還要支錢，他就是沒日沒夜的，就用馬抬着那個稻穀什麼的，就送到前線去什麼的。但是我爸爸太辛苦了，邊走路邊睡着了，這匹馬就跑掉了，他挺着急的。就後來醒過來就到處去找，這麼長的路了，在那裡奔波，奔了以後呢，他那個血管崩斷了，就吐血完了，吐血死掉。
那个时候的人没有思念的，就是拼命的想完成那个任务。是。哎，不是讲你给我多少钱，给你办什么事。他家这一年红着头，我就唱个《东方红》给你听。他要唱《东方红》，今天是毛主席生日，应该唱的。好，来一个。东方红，太陽升，中國吹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後呀，還有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後來還有領導我們向前進，向前進，走他當陽。拜拜，奶奶。拜拜。拜拜。咪咪喵喵喵喵。喵。好的。好，走了啊。毛豆腐和臭鳜魚披薩，这也是没谁了。我觉得味儿还行，挺好吃的，有点是辣了。感觉也不违和，鱼没刺儿就行。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毛豆腐下面是辣椒跟西红柿酱，就有一种在时代广场賣臭鳜魚的感覺。這毛豆腐跟臭鳜魚的披薩，也算是美國老闆在一路徽商之間殺出了一條血路。那畢竟身後是麵點之鄉啊，完了之後又是傳統徽菜。什麼叫差異化求生存，同志們？喂 ，Hello， 這個店開了快3年了。那你在這兒做這個，就是做這個披薩店哈，就是那周圍的村民怎麼看呢？因為你知道，在中國的風水裡面，這個位置它是直衝馬路的。對，剛來的時候大家都說這風水特別不好，這裡有路煞。對，所以其實我們在樓頂上面裝了一個鏡子。其實是墨西哥那邊的一個東西，他們還覺得挺怪。沒想到我們拍了我們第一期視頻，發小紅書、發抖音什麼的，就是比較火爆，然後莫名其妙就開始來了很多客人。我們好的生意維持了也挺長時間的，然後我們
也嘗試了很多很多東西，我們也嘗試在其他的地方開。阿姨，哎，你不要叫我嘍。这個可以。你又帶什麼東西呀？哎呀，你不要給我，這個不要給我，我有，我家裡有。你哪裡去了？我家裡有。有啊。我家裡有，謝謝。哇呀，謝謝。這個阿姨，她是腦子不太正常，然後她脾氣也很大，但是反正她每次過來，她就說你幫我說公道話，就是可能有一次我是幫她說話的，然後她真的放在心上，所以從那天之後，她就對我特別熱情。我做這個的時候還有一點怕，因為尤其最早它有點像個墳墓還是什麼東西。現在還好，有個熊啊什麼的，但在建的時候，然後他們說晚上不敢走過來什麼的。現在都很熟了，對面阿姨冷的時候會過來搞一點炭。然後烤火啊，然後早上他們過來拿這個灰呀，去種菜呀，等等等等，對。那你當時是為什麼選擇留在中國呢？這個問題怎麼講呢？我是一直都很喜歡中國，然後一直都很喜歡住在這裡。然後讀書時期也認識了我的老婆小秋，她是黃山人。就是剛好這個南溪南村在做這個鄉村振興，然後我特別迷戀披薩，然後特別想建這個柴火窯爐，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有這麼好的事情嗎？卓文的披薩店坐落在南溪南村，與陳侃幾代人費盡苦心的八卦風水相比，似乎顯得格格不入，卻又出人意料的受人歡迎。吃完他的披薩，我突然有種感受：重返未來1999，讓我們找長生，到底誰喜歡長生？我想起了那位老奶奶，她告訴我她叫吳愛香。過去她們女性是沒有名字的，都是跟着在外丈夫的姓被呼來喝去。丈夫在外經商，一年也見不到幾面，高牆大院，一晃就是一輩子。我覺得在那樣的環境裡，普通老百姓未必喜歡長生，因為活得越長，受的苦就越多。一輩子聽話，最好的結局就是進宗祠、立牌坊。大概帝王將相與商業巨賈才盼望長生吧。畢竟從古至今，權力與財富才是人永恆的春藥，所以他們拼了命的要聯姻，要維護，要千秋萬代。所幸的是，歷史的車輪從不會允許他們長生，這是生物的規律，更是歷史的規律。而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屈的精神才是長生的。門戶與家族不會壟斷奮鬥的精神，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會為了他信仰的價值而拼盡全力。此次安慶之行的結尾，我們來到了江鎮，這裡是現在中國的麵點市之鄉。我們就來到了安慶市下面的懷寧縣的江鎮鎮。就這個地方，它號稱中國麵點市之鄉。它到什麼程度呢？就這麼說吧，再過幾天馬上過年了，然後這個鎮上的人開始陸續回家準備過年。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發現，你們家樓底下的賣包子的、賣饅頭的人可能就都走光了，你就吃不上這個早點了。這麼說吧，北京的早點不說100%、90%，起碼80%是安慶人做的。他們說，這個在當地隨便問一個人，就是家裡做包子的。但是我們家要不多。老奶奶，您原來是賣包子的吗？大爺，你們家是做包子的嗎？你們家是做包子的吗？對呀，啊，好的。我做了28年。您原來是賣包子的吗？你還給人當紅娘啊？
好吃的包子店是哪个？家里没有好吃，这是事实嘛，对吧？要实事求是说，家里好的人在家里赚不到钱呢，在外面赚钱。你这也是从外边打工回来的？我都是老了，以前我们在外面几十年代了。哦。20多年出去，到50多年回来，30多年都在外面做包子。你原来是在哪卖包子？我们好多地方，就是杭州。啊。还有那个重庆。啊。还有那个成都。哦。都去过。哎呦，您这怎么想着回来了？不是，年龄大了嘛，是不是啊？在家里自己家的房子，自家那个做是这样的嘛。哎。这出去多少年了？啊？出去多少年了？我们差不多40年嘞。40年在外面？对呀，我80几年就開始了。整個這幾條街，我看都沒大有年輕人啊，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就是天地少嘛，對吧？天地少呢，你那個就是說家裡沒什麼意思，是這樣的，對吧？所以就是外面謀生要好一點。您當年出去做包子是誰教你的？教就是家門口人教的吧，一個傳2個，2個傳4個這樣的吧，親戚到親戚啊，對吧？啊，就這個道理是吧？安徽自古就這樣嘛，你們自古不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大家都往外跑。那也不靠近長江旁邊的，就是黃河那邊的，全部都是田地。但是呢，他現在都不做莊去了，都是做饅頭，跟我們後面做饅頭了。差不多懷寧縣大部分都是做包子現在。就這個道理，整個一個縣都是做包子。對呀，都是江浙人一般帶出來的嘛。小伙伴們，說出來嚇你們一跳。現在的江鎮，全鎮人口3.8萬人，有2萬人常年在外，他們年創造經濟效益40多億，人均20多萬。這裡不僅孕育了 A 股上市公司芭比食品，還帶動了蒸籠產業，創造企業40多家。年產值同樣破億。除了小小的江鎮，蔚來汽車是安徽的，長興存儲也是安徽的，放大到安徽全省，新能源、新材料、光伏等等產業，那可是多了去了。他們都是安徽人與全國各地人一起在新中國建設的歷史上打拼出來的企業。所以，徽商精神才是真正的長生。他們不屬於任何家族、任何個人，他們是在這片土地上生長的人們骨子裡的基因。這份榮譽屬於每一個努力奮鬥的普通人。感謝重返未來1999，讓我們在此以本心為命題，觸摸到這片土地最質樸的精神內核。人生來去不枉行，人間百味方是真。在遊戲中，你將化身記者韋草傑，親身體驗一場關於生命意義的追尋之旅。你將直面任仙子與陸思簡的理念碰撞，思考何為真實的生活。你將與陳和光一同叩問內心，在規則與真我之間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如果你也想親身體驗這段只求無悔的旅程，現在就請和我一起進入重返未來1999。安慶的吃飯故事就到這兒了，下一節咱們南京見。それが東京。他們生活挺魔幻。老鐵，我們繼續往前走吧。我操！嘣！泰國人回國求的是什麼？可以賺大錢。All out of this machine. Big motherfucking business. All right. 都是窮人，我也是。他這些大都是從哪買的？是人口一裝，就往對了，哎呀 ，fucking shit！ 這個시작은 반대국들 거부터誰騎在獅子身上？來，跟沒filmen。我早想回家了。希望天要台灣吶，不要台獨了。